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家公司一年赚了2160亿美元，市值4万亿，华尔街给他的目标价是250美元，每一个季度都在打破自己创下的记录。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结论，可能跟你预期的完全相反。英伟达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芯片卖不出去，不是竞争对手追上来，而是它卖得太好了，卖得太好，好到他的客户正在被自己下的订单压垮，好到支撑这一切运转的物理世界根本跟不上它的节奏。如果你现在持有英伟达，或者你正在考虑买入，这期结束之后你会理解一件事，为什么1万亿美元的订单管道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好消息。坦白说，大多数人看英伟达只看到一个词，4万亿，但你如果只盯着市值，你就漏掉了真正重要的东西。4万亿背后有一笔账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对劲，而这笔账的关键不在英伟达的资产负债表上，在他客户的资产负债表上。2026年3月，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放了一个数字炸弹，英伟达的芯片订单管道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你注意听，这不是分析师的预测，不是模型拍出来的数字，这是已经签了合同、打了定金的真实订单。去年同一个场合，这个数字还只有5000亿，你可以算一下，一年翻了1倍。如果你是在去年 GTC 之后买入英伟达的，你当时看到的是5000亿的订单预期，现在变成了1万亿，你可能觉得自己买对了，你可能觉得这是天大的利好，订单翻倍，说明需求在爆炸，说明英伟达还能继续往上走。但等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这1万亿美元的账单最终是谁在付？更关键的是，你有没有想过，付钱的人撑得住吗？答案清楚，得让人不安。主要是4家公司在付，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光是2026年这一年，这4家公司的资本支出预算加起来已经逼近6500亿到7000亿美元。我帮你一家一家拆。亚马逊大约2000亿，绝大部分砸向 AWS 的 AI 算力扩建。你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吗？它比亚马逊2025年的资本支出高了50%还多。谷歌1750亿到1850亿，相比前一年直接翻倍。给 Gemini 模型和谷歌云，微软按季度跑率推算大约1450亿，光是上一个季度就花了375亿，同比增长66%。Meta 1150亿到1350亿，包括在俄亥俄建一个1000兆瓦级的超级数据中心，还有路易斯安那一个可能扩展到5000兆瓦的项目。你可能注意到了，每一家的增速都在50%以上。这个数字你如果没有概念，6500亿美元比瑞典一整年的 GDP 还高，比整个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通胀调整后总花费还要多出1倍。而且这些钱全部绑定在一个方向上，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这4家巨头不是因为看到了明确的回报才花这个钱，他们是因为恐惧才花的。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囚徒困境。你想想看，微软如果不砸这1000多亿， OpenAI 的下一代模型就跑不动， Azure 的 AI 客户就会被谷歌云和 AWS 抢走。亚马逊如果不砸2000亿， AWS 的算力排队就会越来越长，大客户会转投竞争对手。谷歌如果收手， Gemini 就永远追不上 GPT 系列，搜索霸权会被 AI 原生产品慢慢侵蚀。 Meta 如果不跟，它引以为傲的广告推荐算法就会在精度上被对手甩开，没有一家敢停。黄仁勋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在 GTC 上说了一句话，我们正在经历计算技术的第3次革命，前2次是 PC 和互联网。这句话不是给你听的，是给那4家巨头的 CEO 听的，意思是你敢不买我的芯片吗？你敢错过第3次革命吗？但问题来了，花了这么多钱，他们的现金流撑得住吗？摩根士丹利预测，亚马逊2026年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变成负170亿美元。美银的预测更悲观，认为缺口可能达到负280亿。巴克莱预测 Meta 的自由现金流将暴跌接近 90%。你听清楚了，不是利润在下降，是现金在蒸发。这些公司过去10年靠自由现金流回购股票，发放股息给你，现在这些钱全变成了英伟达的芯片订单。这里我要给你讲清楚一个很多散户搞不明白的定价逻辑。你可能觉得巨头砸钱买芯片，说明 AI 前景好，那科技股应该涨，但市场的反应经常跟你的直觉是反的。亚马逊宣布2000亿资本支出那一天，股价跌了11%。为什么？因为华尔街看的不是你花了多少钱，而是你花了这些钱什么时候能赚回来。资本支出增加 50%， 但自由现金流变成了负数。这在机构的估值模型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分母变大了，分子却没跟上。 DCF 模型一算，合理估值就下来了。散户看到2000亿投资 AI 的新闻标题冲进去买，机构看到现金流模型恶化在卖，中间差的那几天就是你被套住的窗口。
这就是散户和机构的时间差问题。机构在财报公布之前就已经建好了模型，数据一出来，他们几秒钟之内就能判断是否符合预期。而你呢？你看到的是第二天的新闻标题，标题写的是亚马逊豪掷2000亿布局 AI， 你觉得这是利好，你买入了。但机构在你看到这条新闻之前，已经把现金流转负这个变量算进了他们的模型，并且开始减仓了。你进场的价格很可能就是机构出货的价格，这不是阴谋论，这是信息处理速度的结构性差异。你如果想在这种博弈中不被收割，至少要做到一件事，不要在重大资本支出公告的当周做交易决策，给市场至少2到3周时间消化信息，等波动率降下来再看。好，我先给你一个初步判断，后面还会修正。如果你持有英伟达，短期内订单确实在支撑它，但你必须紧盯一个先行指标，不是英伟达自己的营收增速，而是4大巨头的资本支出增速。注意，不是绝对值，是增速。因为英伟达的股价定价的不是巨头花了多少钱，而是巨头明年会比今年多花多少钱。增速的二阶导数如果转负，英伟达的估值逻辑就会从成长股切换成周期股。这种切换一旦发生，股价会比你想象的跌得更快。记住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巨头们宁愿现金流蒸发也不敢停手？这就要讲到一个根本性的产业转变。这个转变直接关系到你对整个 AI 赛道的判断。过去3年的算力投资主要是为了训练模型，训练是一次性的，你花一大笔钱把模型练出来，然后就可以喘口气。但从2026年开始，推理成了主战场。你每一次问 AI 一个问题，每一次让 AI 智能体替你完成一项任务，背后都在持续消耗推理算力。训练是一次性投入，推理是永续烧钱。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算力需求不是一个高峰然后回落的山丘形状，而是一条持续爬升的斜坡。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勋对 Vera Rubin 平台如此兴奋。Vera Rubin 是英伟达在 GTC 2026上正式发布的下一代架构，专门为推理场景优化。它的推理 token 成本比当前的 Blackwell 低10倍，训练所需的 GPU 数量只有1/4。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容易搞错的地方，你可能觉得新芯片效率更高是好事，因为整个行业的成本会降下来。但你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是巨头的 CFO， 你刚签了几百亿美元的 Blackwell 采购合同，结果半年后 Vera Rubin 出来了，推理效率碾压你手上的设备，你的选择只有2个，要么继续用旧芯片，但在效率上被竞争对手甩开，要么再掏一大笔钱升级。这就是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不是技术领先，是你跑不掉。每一代新芯片都是一张新的入场券。这里我要纠正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很多人以为英伟达的竞争对手是 AMD 或者谷歌的自研 TPU 芯片，这个理解不能说错，但它忽略了关键的一点。英伟达真正的壁垒不是芯片性能本身，而是 CUDA 生态。全球几乎所有的 AI 开发者都在 CUDA 上写代码，这个生态系统已经积累了20年。就算 AMD 的芯片在某些指标上追上来了，开发者迁移的成本极高。这就好像你用了10年苹果生态，突然让你全部换成安卓，你不是不能换，但换的成本让你根本不想换。所以英伟达的产业链位置不是芯片供应商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标准制定者加基础设施运营商。如果你投资的公司处在英伟达产业链的下游，比如做 AI 服务器组装的，做液冷系统的，做光模块的，你要清楚一件事，英伟达的产品周期切换可能会让你的供应商地位在一夜之间重新洗牌。Blackwell 到 Vera Rubin 的切换，意味着服务器设计、散热方案、供电架构可能全部要推倒重来。这种切换对上游来说是机会，但对已经投入大量产能在旧架构上的公司来说是风险。说到 AI 智能体，这才是整个投资逻辑的闭环点。如果你还把 AI 智能体当成一个更聪明的聊天框，你对这个赛道的理解就停在了1年前。2025年7月 ，OpenAI 发布 ChatGPT Agent， 把深度研究、网页操控和任务执行统一在一个入口里。早在2024年10月 ，Anthropic 就推出了 Cloud Computer Use 的测试版。到了2026年3月 ，OpenAI 最新的 GPT 5.4 已经内置了原生电脑操控能力，可以直接接管你的桌面，完成跨应用的复杂任务。这些产品共同指向一个事实 ：AI 正在从回答问题的工具变成替你完成工作的执行者。只有这一步走通，65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才有商业闭环。否则，你建了一堆数据中心，里面跑的还是对话框，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客服系统。黄仁勋压的就是这件事。智能体在2到3年内成为企业核心流程的标配。如果他压对了，1万亿订单只是起点；如果他压错了，
这将是科技史上最壮观的资源错配。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理解，1万亿美元的订单管道，听起来像是确定性的代名词，但确定性在市场上是一把双刃剑。当所有人都知道英伟达未来2年的订单已经锁定了，这个信息本身就已经被定价了。你想想，高盛给的250美元目标价，大摩也是250，这些估值里已经包含了这1万亿订单的预期。所以你作为投资者，真正能赚到钱的，不是这些订单存在这件事，而是这些订单之外还会有多少新增量。确定性越高，定价越充分，留给你的超额收益空间就越小。这是一个反直觉但极其重要的逻辑。越安全的东西往往越不赚钱。但即便智能体时代如期到来，还有一个变量可能让一切脱轨。这个变量大多数分析师几乎不提，不是竞争，不是芯片供应链，是电。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暴涨了40%，这个说法不准确，但真实情况其实更值得你警惕。根据高盛2026年2月的报告，数据中心吃掉了美国全部电力需求增量的40%。你要注意这个区别，不是数据中心自身用电涨了40%，而是整个美国新增的电力需求里有40%被数据中心消化掉了。IEA 的数据更全面，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在2024到2030年间每年增长约15%，到2030年总量接近翻倍。你如果对这个增速没有概念，换一种方式理解，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大概相当于美国所有家庭年用电量的10%，而电网升级、发电厂建设的周期是以10年为单位的，芯片迭代按月算，电力基建按10年算。这个速度差才是真正的结构性瓶颈。在美国最大的电力市场 PJM 数据中心，已经造成了230亿美元的容量成本增加。微软和亚马逊们不仅要满世界抢芯片，现在还要满世界抢电。他们被迫投资核电站，被迫购买绿电配额。你可能觉得，既然他们都开始投资发电了，电力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是另一个常见的误判。核电站从规划到并网发电需要10年以上，即便是最快的天然气发电厂，从立项到运营也要3到5年。而 AI 算力的需求是按季度在翻倍的，你算一下这个时间差，3到10年的供给周期对上3到6个月的需求周期，这中间的缺口不是你砸钱就能填平的。曾经引以为傲的轻资产互联网模式，正在变得跟钢铁厂和油矿一样沉重。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群穿卫衣的硅谷工程师，现在要去跟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谈判变电站选址，要去了解铀浓缩的供应链，要研究液冷系统的管道设计，这已经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轻飘飘的数字世界了。而你作为投资者，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在投资微软或者谷歌，你已经不是在投资一家纯软件公司了，你在投资一家同时跨越了软件、硬件和重工业的混合体。它的风险结构和5年前完全不同。现在我要修正前面的初步判断。之前说你要盯资本支出增速的2阶导数，这依然成立，但你还需要加一个监测维度——电力成本。具体来说，盯2个东西：第一 ，PJM 电力市场的容量拍卖价格走势；第二，4大巨头季度财报中电力相关运营成本的同比变动。如果某个季度你看到微软或亚马逊的电力成本开始显著侵蚀利润率，不要等华尔街反应，自己先动，因为那意味着算力扩张的边际成本在上升，而市场现在的模型假设的是边际成本在下降。一旦这个假设被打破，整个估值叙事都要重写。这里有一个历史教训值得你花2分钟听清楚。2023年到2024年，有一家公司做了和今天英伟达客户们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你猜是谁？ Meta。2023年初，扎克伯格宣布效率之年，大砍开支，裁掉了上万人，华尔街欢呼，股价当年从100多涨到300多，翻了将近2倍。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对吧？没有，扎克伯格把砍下来的钱转头砸进了 AI 基础设施。2024年资本支出飙到接近400亿美元，消息一出来，市场恐慌了，股价大幅回调。那段时间，你如果持有 Meta， 你的体验是什么呢？是看着一只刚涨了2倍的股票突然开始往下掉，你不知道该不该卖，因为你心里有2种声音在打架，一种说扎克伯格在乱花钱，元宇宙的教训他忘了吗？另一种说也许这是 AI 不一样。结果呢， AI 驱动的广告推荐系统确实提升了单用户收入，投资者看到了回报，股价涨回去了。你可能会说，你看砸钱是对的嘛，当初坚持住就好了。但等一下，你要看清楚数字， Meta 2024年砸了400亿，2026年要砸1150亿到1350亿，增幅接近3倍，而广告收入的增速远远没有3倍，这就是定价机制的陷阱。市场已经把 AI 会带来回报定价了，但还没有定价，回报增速能不能跟上？花钱增速。上一轮故事成功的前提是起点低，投入少，回报来得快。
这一轮赌注大了3倍，确定性却没有同步放大。如果你拿2024年的经验线性推断，2026年你正在犯散户最经典的外推错误。资本市场从来不奖励上一轮做对了的人，他只奖励这一轮也做对了的人。我直接说最终判断分4种人。第一，你已经持有英伟达做中长线，基本面短期无崩塌信号，财年营收2160亿，同比增65%，毛利率71%，数字实打实，但你要设一个减仓出发点。任何一家巨头在财报中把资本支出增速从50%以上下调到30%以下，出现这个信号的那个季度至少减30%，因为英伟达的估值毛是增长曲线的斜率，不是当期利润。第二，你持有英伟达做短线 ，GTC 之后利好已消化，1万亿订单管道已在价格里，下一个催化是 Vera Rubin 下半年出货进度。但如果你是 GTC 之后追进去的，买入价很可能已经包含了这个预期，风险收益比差。第三，你没有仓位想进场，现在预期差太小，高盛大摩都是250，共识275，当前股价170左右，上行空间40到50个百分点。但如果资本支出周期在2027年放缓，估值从20多倍前瞻市盈率压到15倍以下，下行空间也有35个百分点，上行40，下行35，不是值得重仓的赔率。你等什么呢？等预期差被打开，要么巨头资本支出超预期放缓，导致股价先跌，给你便宜筹码；要么 Vera Rubin 的推理经济性好，到华尔街必须上调远期估值，给你新的上行空间。在那之前，耐心比勇气值钱。第四，你不关心英伟达，但关心 AI 赛道，你要理解，这个赛道的胜负手不在芯片公司，在应用层。谁先证明 AI 智能体能大规模替代人类劳动力并产生正向回报，谁才是这一轮的赢家。到现在没有人证明了这一点，巨头们砸了6500亿，赌这个答案2到3年内出现。如果出现了，产业链从上到下都受益；如果没出现，最先受伤的不是英伟达，是现金流已经干了的巨头们。英伟达是最后一个倒的，因为它卖铲子不卖金矿。留给你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电报、互联网，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建设者在建的时候，从来不知道回报什么时候来。有些最终改变了世界，有些变成了锈迹斑斑的废铁。你觉得这一次我们是在建太平洋铁路，还是在修通天的巴别塔？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